刘总监，你也别再为那个实习生了。那几篇帖子，我猜你自己都不信吧？把事情搞得这么难看，无非就是冲我来呗。但你再这么搞下去，就有点恶心了。今天你要的结果我给你，我辞职。严头不能走。干什么？跟大家在一起工作这么久，是我这一生的骄傲。再见。哎，严头，严头，你干什么？你等会儿。卢总监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一份工作而已，干嘛争影帝啊？不就跟严头过不去吗？严头是我师傅，他带了我3年，3年我们做了100多期专题，每一个专题都是为了让女性更强大、更自信、更美好。这不光是盛装的宗旨，也是我一个普通员工的理想。要说到理想，谁还没点理想啊？反正我就这么个态度。谁动严头，我动他全家；谁逼走严头，我就算穷死也1秒都不会犹豫，跟他一起走。反正我们现在都站在这儿了，要辞一起辞，要走一起走。邢姐，那我就听你说了。肖主编、陈主编，我们编辑部专题组全体辞职。肖主编，牵一发动全身呐，就是想动一下窗户，你能想到他们居然把整栋楼给炸了吗？陆彬彬呐，干嘛呀？副主编，这辞职怎么处理呀？老卢，你差不多得了啊！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搞得这么难看。副主编，像这样的辞职是批还是不批呀？哎，老鲁，你冷静一下，走走，我出去陪你聊聊天。走，你别动，这个事情你现在必须要说清楚啊！说什么呀？那帖子是真是假都不知道。帖子重要吗？现在重要的是什么？副主编要是批了，他们就是辞职；要是没批，他们就是叛变造反。老吴，你上纲上线上瘾了是吧？啊，他们辞退又怎么了？是你管得着的吗？是肖主编一个人力资源的事儿。你还挤兑陈主编搞内斗，给你发奖励是吧？啊！肖主编，你都看到，太吓人了，这帮人。盛装现在是人心所向啊！可以，我闭嘴不说话了啊！但是啊，如果有天盛装倒闭了，你们一定要记住，你们是有机会可以拯救盛装的。那个时候，你们每一个人都在自掘坟墓。吓死我了！我看今天的审题会也很难继续下去了，今天就散会吧。开一，你说呢？散会。主编，帮我倒杯咖啡过来。好。
咖啡。谢谢。那我回去工作了。你为什么不喜欢你父亲给你取的名字啊？啊？我记得你说过，你父亲给你取的名字是那里的那，我没记错吧？您还记得？为什么不喜欢？不想当待在那里的人，多孤单啊！特别是那些对我重要的人。语言不好吗？不好呀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从小就特别粘人。小的时候是粘我爸，后来我父母离婚了，我爸娶了别的女人。再后来是上大学的时候粘男朋友，就总想着他什么时候能跟我求婚，这样我们两个就有个家了。后来他就跟我最好的朋友在一起了。现在呢？现在，我现在就只想好好在盛庄工作，就在想这些杂。坐吧。接着说。我每次来这儿的时候就在想，什么时候这儿也能有一本有我的名字的杂志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每一本盛庄都在做对的事。我从小就被我爸当男孩养，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一个儿子。我常在想，如果我是个男孩，他是不是就不会抛弃我妈了？高中进了田径队，每天跟男孩一样，跟着他们一起训练。后来又进了体育大学，其实一直都不太知道怎么做一个女人。我总觉得长头发、穿着裙子就是错的，只有像男孩子一样才能被尊重。后来就是因为我前男友，他觉得我太不像女人了，老是跟我吵架。后来他跟我最好的朋友在一起了，我能怎么办呢？也是，谁让我不能像他一样，又温柔又听话？来了盛庄之后，看到你，看到蔡飞，看到齐明祖林，就觉得你们每一个人都好美，好酷，但又那么不一样。我就想，能不能也变成你们中间的一个？我也想做被人喜欢的人。对不起啊，主编，我太冒失了，我就是这样一说就停不下来。我先去工作了。李娜，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取悦男人，任何男人。你可以的。哦。怎麼啦？住生啊？我有啲掛住香港。
赶快就放棄，唔似你喎。人心就好似呢一世都解唔開嘅謎咁。你從香港來之前就應該有心理準備，會遇到這樣的情況呀。但是說不上來，我現在好像碰到一個巨大的冰山，但這個冰山呢，一點都不可怕，反而有點柔軟，很脆弱。這種感覺我以前沒有過。狹路相逢勇者勝。我們跟陳開怡都是背水一戰，這個時候只能比誰的心更硬。我們也沒有選擇。那這樣不像戰鬥，至少不是我以前理解的戰鬥。那像什麼呢？就像兩個心碎的人，看誰先崩潰。說實在的，你打算怎麼辦？既然裁員勢在必行，要我說，就都裁掉，長痛不如短痛。那盛宗怎麼辦？難道下一次雜誌開天窗？我可以先幫你調一些人手過來頂着，然後趕緊招人。如果我這樣做的，大家都會認為我是為了我自己，根本就不在乎盛宗。董事會看的是最終結果。既然給了你權力，就不要畏畏縮縮的。現在這個時候，殺伐決斷是有必要的。這個我也知道，但是正確的過程比結果重要。你也知道，人性現在不在我這邊。只要陳開怡在的一天，人性就不會在你這兒。他在盛莊經營了多久？你才來多久？要贏他，也要真正的贏，並不是靠總部給的權力，這也不是我做人做事的原則。現在是他們自己辭職，不是你裁。這次魯冰冰已經幫你把路都鋪好了，你只要順水推舟點個頭就行了，沒有人會說什麼的。相反的，如果你還是猶豫不決，你怎麼立威信？你認識了陳開怡那麼久，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人？人是會變的，他以前怎麼樣不重要，但是現在我可以告訴你，他為了贏你，他會不計任何代價變成一個亡命之徒。但是到現在為止，什麼都沒有做過，這才可怕呀！他一旦爆發，後患無窮。霆鋒啊，我覺得你一直在誇大陳開怡的危險性。你是好意提醒我，還是在某程度上你在威脅我？行，那我不說了。你是主編，你拿決策。生氣了？你不說話就是生氣了？我愛你，我也知道，以你的個性做這些事情，你很辛苦。但是如果這個時候你還心慈手軟，我真的擔心，最後受傷的人會是你。
清明，我是肖主编。好，肖红雪的电话，他原则上答应你们专题组所有人的辞职，等他正式履职以后，他就签字。满意了？开心了？舒服了？现在最开心的肯定是鲁冰冰了，有几滴猫尿。他本来啊就想弄走那个实习生，压压你的威风，顺便在肖红雪面前卖个乖。别听了，听不见。能听见一点儿。这下可好了，一锅端，把陈开一给批到墙角去了。一个实习生，值得吗？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这是乔治生前发给我的最后一条微信。在我看来，这就是他交代的遗愿了。帮他完成遗愿，你说值不值得？李娜的底细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她确实帮过乔治，但具体怎么回事，我现在还不能说。但我能理解，她为什么让我照顾李娜。金棉，我希望你能保密，不只是为了我，也为了乔治，可以吗？保密是可以，接下来怎么办？你们整个专题组走了，陈开一怎么办？还有整个盛装怎么办？你想过后果没有？没办法，没别的选择。你太意气用事了，最后折磨的人是陈开怡。都进来吧。你们的辞职申请，肖红雪批了。这么快就准了？后悔了？没有，就是有点意外。我不批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批准你们辞职，回去上班吧。这合适吗？你们真的要辞职吗？也不是非得要辞职，主要是今天都已经闹成这。金总监，我就直说吧，辞职肯定是一时义气，但我们也不至于后悔。就是事儿都闹这么大了，你不批准，管用吗？接下来的事是我的工作，跟你们没关系。回去上班吧。愣着干嘛？袁凯，带人走。
你们一个个都干嘛呢？动筷子呀！要不咱们喝点儿？服务员，上半打啤酒。哎，好嘞，稍等啊。不喝了，回家还得看孩子呢。我也不喝了，又不是散伙饭，喝什么喝？这还不叫散伙饭呀，朋友们，你们今天那叫集体阵亡。唉，真是辞职一时爽，辞完火葬场。不是你激动什么呀？你又没辞职。是啊，我也想去暴打鲁帽子一顿。哟，你就算了吧，晶晶，你就好好跟你家鲁帽子干，以后保不齐我们在座所有人都得靠你救济呢。哎，我说真的，要不是欣姐今天给我使眼色，我也冲上去了。你们要都走，我也一定走。我也是。走，一个个都走。我们现在问题是想想后面要怎么办。那个，秦敏说的话管用吗？谁知道了？反正啊，咱们今天是玩大了，连个台阶都没有，怎么下来？秦敏肯定是指不上的。我不是说他不帮忙啊，就是现在这种情况，说难听点儿，他要是替我们多说几句，我觉得肖红雪没准连他一块儿开了。哎呀，冲动是魔鬼啊！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什么叫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了。现在问题是我们这些鱼肉一个个往人家刀上凑，生怕被剁得不够狠。服务员，酒呢？我们刚不是要了酒吗？哎，来了，别喝了。来了，不好意思啊。今天是我对不住大家啊，我先干了。哎，欣姐，今天我们都冲上去了，大家也都是为了保护源头，我陪你喝。哎，行了，别喝了。再说今天是我先挡住源头的，我对不住大家。你当时冲出去没有错，错在我今天太冲动了。别说了，欣姐，我一点怪你们的意思都没有。要说错，也是那鲁帽子的错。我就是今天心里有点堵着难受。哎呀，行了，都是鱼肉，都是注定得被人剁。你们也别自己喝了，要喝咱们一起喝，要醉一起醉。今天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。小轩，我走一个，干了啊！怎么还没走啊？等你啊。进。不好意思打扰一下。行了，有需要叫你们。哎呀，要我说呀，你那个破杂志别干了。咱们家公司也有内刊，你要想过主编的瘾，随你玩。呀，这把你给殷勤的呀！你就那么喜欢那个破杂志啊？那咱们给他买了，多大个事儿！你现在说话怎么跟暴发户一样？暴发户怎么了？你姐就是个俗人。不是我说你，你说你长这个样子吧，要不是你这张口无遮拦的嘴，你现在怎么还是一个人？啥意思啊？
现在想娶我的人，门外站了2条街了，你知道吗？是。我都看不上，好吗？什么东西都是。哎，那个丽莎集团的2儿子，天天追我，跟着我屁股后面。哎呀，月月，小月月呀，你去哪儿呀，小月？是，人家都是。哎，我改天带你去认识认识他。我要的东西呢？你这个小兔崽子，你就不能陪你姐聊聊会儿闲天啊你？先给我。哎，说吧，什么条件？老爷子60大寿。不去。行，那我给烧了。哎。姐。叫我什么？姐。叫姐姐。姐姐。行了，哎，我让你肉麻死了我！我告诉你，我不吃你这套啊！跟你说正事儿啊。哎呀，老爷子最近呢身体不是很好，半夜总是咳嗽，睡不好。我觉得你应该回去看看他啊。我是怕我回去了之后他身体更不好啊。呸呸呸！父子之间哪有隔夜仇啊？哎呀，他嘴上不说，但是我知道他心里总惦记着你呢，真的。啊。哎，我回去能说什么？就还是那3件事呗，家业、产业、相亲，这3件事我都做不到。我告诉你，小凯啊，你就是从小被咱妈惯坏了。行，要不这样，你呢人回去，什么都不用说，一家人吃个饭就行了，礼物都给你买好了。不敢买贵的，怕不像是你送的，这可以了吧？那我要东西呢？那就是你答应了。嗯。这才是我的宝贝弟弟嘛！这。我给你搞这个东西费死劲了，你到底查什么呀？小凯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知道深浅啊，有些人有些事儿不能招惹。咱们家是有点身家，但是比咱们家拳头大的人多了去了，知道吗？嗯。我想找萧红雪谈谈。谈什么？我不能假装今天的事情什么都没发生。你希望谈出什么结果呀？也许我可以让步。保专题组。我什么都不做的话，会让人寒心的。你拿什么东西去让步？如果你是我，你会怎么做？你知道答案。持久的忍耐比我想象的难很多。你跟萧红雪是零和博弈，要么全盘输，要么全盘赢，没有第3条路可以走。为什么我和乔治能共事，和萧红雪就不能呢？看来，你是想在我这儿再确定一下你的判断。显而易见啊，不把你赶出局，这
这萧红雪就没法真正的掌握杂志。他没法容忍表面上的权力，他跟乔治不一样，他要的是全盘掌控。就算他能容忍，他背后的人也不会让他容忍。你还没看明白现在的局势吗？从乔治的死到现在萧红雪步步紧逼，棋盘早就画好了。我跟他只不过是棋盘上的2颗棋子而已。裁员、查账，我猜他们接下来第3步就是把我彻底架空。他们一定会让萧红雪去抢时尚盛典的控制权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时尚盛典是我用来自保的最后的筹码。一旦失去，我就只能乖乖出局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难就难在我现在什么都不能做，因为整件事情我还差一步没有看清，就是他们把我赶出局后，他们要把盛装带去哪里？比起这个，我更想知道这个他们是谁。这2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。知道了他们是谁，也就知道了他们到底要对盛装做什么，反之亦然。那你去找萧红雪聊，就是想让她知道你们现在的处境？不，我必须让她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明面上我的对手只有一个，就是萧红雪。棋子是不应该知道棋盘的存在的。照你这么说的话，萧红雪就是唯一的突破口了。所以，我想请你去帮萧红雪。什么意思啊？如果我现在开口保专题组，那我就一个都保不住。今天你不批准他们辞职，我猜你已经准备好了。最后无非是用你自己辞职去换他们。但是如果你不是萧红雪的人，你就算把自己开了，你也一样保不住他们。今天专题组来辞职之前，我已经把我自己写在这个裁员名单上了。我也没办法。萧红雪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笼络住人心。鲁彬彬就是认准这点，上蹿下跳，唯恐天下不乱。但是你可比鲁彬彬有分量多了。既然他要人心，那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把所有的人心让给他。我不是鲁彬彬，这种2面3刀的事情我做不出来。我知道，所以你一定要真心实意的去帮萧红雪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你才可能知道他背后下棋的人是谁，我才可能知道接下来我该怎么办。我要去帮萧红雪的话，就意味着与你为敌。我宁可辞职，这种事情我做不出来，开一杯开玩笑。那你答应那些编辑们的承诺就都无法兑现了。而且秦敏，不管你去或者不去，事情都会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。你走了，会来新的人力资源总监，专题组甚至整个内容部门全部被换掉。我一样先输掉所有人心，但是如果我能侥幸赢回来，我一定把你再找回来，继续做我的人事总管。没有其他办法吗？没有。我想想。我去帮他，你怎么办？
会失去严凯，失去玛丽，失去所有人。我会继续说下去，直到让他们以为我再没有还手之力。然后呢？却到天亮，各求。手机，手机。喂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马上啊。我得走了，还在那闹呢。欣姐，你行不行啊？今天喝的挺多的。是。今天谢谢你们啊。我跟亚楠一样，我也不后悔当时冲上去了。就算严头没有替我们说话，我也觉得我们今天做的是对的。要我说，严头他肯定是有苦衷的。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啊，关键是以后怎么办呀？找下家也需要时间呢。以后怎么办？管他呢！那现在我们不能搞内部分裂啊！以后伤自己人的话别说了，行不行？是啊。我这个人就是有口无心嘛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。你老这样，哎，不说了。反正啊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自打萧红雪来当主编那一天起，干这一仗，早晚的事儿。但是既然选择了跟岩头站在一边儿，就要赢得起，也要输得起，对不对？对。跟你们说我今天的感受啊。我以前啊，觉得我特现实，但是今天突然发现。我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不知道听着是不是矫情？但是我活了30多年，我总算看明白了，有些路吧，你明明知道是捷径，你知道你看得见，但是你看见一个个走在上面的人，他们卑躬屈膝的样子，他们把尊严抛在脑后的样子。我就知道自己肯定不行，怎么样也做不到。保持体面，当然很难啊。但是牺牲就是理想主义者要付出的代价。摸爬滚打，我也要一路走到底。不是为了岩头，也不是为了盛装，就是为了我自己。我有孩子，有房贷，我还有一个渣男前夫，但那又怎么样呢？我就是不想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，我就是要跟生活死磕到底。你们都比我年轻，还有的选。不管以后你们怎么选。你们都是我一辈子的姐妹，我也不管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，大家都会变成什么样子，谁知道？但是今天，我发誓，我会记住今天你们一个个的样子。